继续昨天的朱砂古镇之旅。朱砂古镇也是一个国家矿山公园4A 景区，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基地。这里的汞矿遗址也被列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。朱砂古镇现有5大景区，20多个景点。除了历史和人文，这里的自然景观也非常的优美。今天继续带大家走一走这里的景点，欣赏一下这里美丽的风光。昨晚住在了景区里的放下云居，早晨打开窗，云雾缭绕的，没有下雨，比昨天的天气稍好一些。这个建在悬崖上的酒店景观非常的美，下面有一个架在2山之间的空中茶室，过去看一看。早晨的气温20度，空气非常的好。这里有一片红枫，非常的漂亮。下面那一间就是酒店的茶室。有一条小路可以专门通向那里。早晨这里太美了，宛如仙境。不过很可惜，早晨这里还没有营业。真的是一间云中的茶室。现在去酒店的餐厅吃早餐。这里也有不少慕名前来这里居住的游客。早餐的套餐非常合胃口。吃完早餐，准备去这里的重要景区地下长城，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景点。现在又下起了一点小雨。景区的套票也是包含了地下长城。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洞口岩鹰窝，这个也是进入970公里的地下长城的入口之一。它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。我们现在参观的这个就是以前的采矿坑道，一变成了景点嘛，本来是废弃的一个矿坑。就等于基本都开采完了是吧？基本上已经开采完了，因为将近3000年的开采嘛。但是你说如果说全部开采殆尽了，也不至于，还有一条矿脉没有动。请了一位工作人员讲一讲这里的历史。这朱砂是俗称吗？朱砂也叫丹砂，也叫沉砂。它的化学成分是硫化汞。只有这个硫化汞一个成分吗？可能还含有一些这个沥青石、硫磺、雄黄之类的一些杂质。它的主要就是朱砂主要的成分就是硫化汞。这是时光隧道，当年矿工出矿时的工作场景就在这里，里面有铁轨和矿车。这都是拉出来的轨道是吧？对，这是以前用矿的轨道和矿车，因为我们的这个矿石嘛，在这个产之后，通过人工手会这样矿道运出去。天人洞。这个坑道很大很长，这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被打上了灯光，好像是一个天然大溶洞，但这并不是天然的溶洞，是人们在这里凿啊敲啊，最后剩下的矿洞和矿坑。这些矿洞全长加起来970公里。这个柱子是天然的还是？矿柱吧。
等于这样才叫做地下长城是吧？3000年开挖历史。找的时候，听说说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在开采。哇！周礼的话有西岐的嘛，后来有一个这个江湖像是郎中一样，就把这个朱砂终于要完了，因为它吃了之后就吃好这个西藏的好地嘛，他就赐赠一片产丹之乡叫大万寿山。这边叫大万寿山。在西周的时候就称大万寿山。那像朱砂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叫法？朱砂它也叫丹砂，因为我们这个宗教当中，就是我们道教用它来炼丹和化符。我们道教认为朱砂它感太阳之气，来搬石之手，就是除了太阳以外，就有阳性气场的矿石，就是因为它也是呈现的是气嘛。汞是朱砂通过高温提炼而得的。但是大家不用说谈汞色变，觉得这可能会有什么毒之类的。自然界形成的朱砂，它的汞离子非常的稳定，它是一味中药，也是颜料，就是说不用害怕，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正常的生活环境，它是达不到300多度的。这个矿洞里有好几个小景点被打造成水墨丹青，看着眼前的溶洞矿坑，感觉像是大自然赐予的一幅奇景。这里开采的历史有3000多年，上世纪60年代，几万矿工在这里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不过这里基本被掏空了。这下面是个井。这100多米的竖井。里面的矿洞四通八达，有一些小矿洞、矿坑被打造成秘境、萤火虫等一些娱乐设施。感觉还挺美轮美奂的。在地下长城这个大景区里，有好几个这样的矿洞可以参观，有的五彩斑斓，有的比较原始。现在中国的产汞的地方都是哪里啊？我们中国其实大大小小50多处。现在从第一个大矿洞出来了。这个地下长城的大景区不走回头路，继续往前有很多的景点。依然下着小雨，只能慢慢的往前走。出来矿洞有一个玻璃桥，这个玻璃桥的高度大概有100米，好像架在云端之上。一阵风吹来，云雾飘散，可以看得清楚一些。如果有人恐高，可以放弃这个玻璃桥，从下面直接穿过去。不过玻璃桥前面的风景非常不错，尤其是这里有一块仙女石，这块巨大的人形巨石矗立在仙人洞口，它的形状惟妙惟肖，像是一个妇女怀抱一个婴儿。这块仙女石有很多的传说，有人说她是七仙女，有人说她是徐福的夫人，还有人说她是秦朝一个名叫青的窈窕淑女的化身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仙女石旁边就是仙人洞，也是上中下3层很大的洞，和旁边的洞也都互相连为一体。从旁边的洞口出来，这里景色不错。仙人床，7仙2个斗母在这休息，为了防人清善，以消灾去病，收获爱情。走到这里才发现自己少去了2个重要的景点，威灵寺和云南梯。
不过眼看下着小雨，就没有再返回，继续往前走。雨中的云飘来飘去的，虽然下着雨，但雨中也有不同的感觉。前面又经过了一个矿洞，这里真是洞中洞，隐约仿佛看到上世纪人的身影。从这个洞中出来，抬头可以看到刚才走过的玻璃桥。哇，这边这洞现在来到了谷底，现在来到了黑洞子，这是古代的采矿遗址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汞矿开采之地，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旁边的绝壁悬崖高100多米，这里有大大小小的采矿洞口80多个。黑洞子真实的再现了古代矿业的生产状况，这里也被列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。从山底的黑洞子往上爬，就来到了悬崖栈道。这里沿途自然风光非常壮美，还有很多的历史古迹。栈道总长1200多米，其中有一段是玻璃栈道。一起欣赏下悬崖栈道的景色。栈道在石砾悬崖上蜿蜒曲折，下雨的玻璃栈道有点滑。在这里可仰云舒云卷，眺群山逶迤奔腾，也可以俯瞰溪谷的瀑布溪流。透过云雾可以看到绿绿的田野，正前方远处山峦连绵起伏，真的犹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，实在是让人心旷神怡。这里也称作悬崖上的廊桥。往下看，深深的山谷，一只蝴蝶向我扑来。这里的景色真的太美了。1000多米长的悬崖栈道，弯弯曲曲的拐了好几个弯儿。整个景区比我想象的面积要大，尤其是地下长城这一段景区，涵盖了很多的景点，至少要走半天的时间才能够玩透。前面是栈道的一端悬崖泳池，下面就是悬崖，所以这里称为悬崖古镇、悬崖酒店不为过。前面山顶还有个亭子，有一个飞索连接两山之间。快到终点，雨也停了，能见度也高了很多。走到这里，基本就是地下长城的终点了。另外，景区里还有很多其他景点，像博物馆、朱砂大观园，都值得逛一逛。我这个2期视频也只是朱砂古镇旅游资源的1/10。这里确实是个旅游宝藏之地，
如果下次来贵州，不妨到这里来一个2日休闲游。